个小时的演讲里面，能够向大家充分的展示出我们的野心。今天我的演讲内容呢，主要分为3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正本清源，就是告诉大家，只有比特币才是真正的区块链技术。然后接下来呢，我会用很多的时间来开拓大家的认知。今天呢，我也会把很多我演讲的内容集中在这个开拓大家的认知上面，就是比特币技术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最后呢，就会介绍一下我所就职的机构比特币协会是如何在全球推广比特币技术以及完成我们的使命的。一切都是要从正确的认知开始，没有正确的认知，其实大家在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就跑在了错误的轨道上。那么我在这边提出了4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人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比特币究竟是什么？区块链又是什么？区块链技术先进在哪里？以及比特币的价值何在？然后我列出来这几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希望我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什么是比特币呢？Bitcoin 它其实是有2个词融合在一起。比特币这个词在创造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全新的词，因此比特币其实是比特和币的一个融合。这个也是我们 BSV 上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比特币很多人只关注它的货币属性，只关注了 coin 或者甚至是 token 这一个特性，但是其实它真正的重要的是在前面。常见的一些误区就是，如果大家自己做区块链项目，或者身边有从事区块链业务的人呢，都会把这个对于区块链的理解集中在这3个算是小小的点上面吧。比如说有的项目或者团队他会特别强调去中心化这个概念，甚至他会把这个去中心化这个概念放大成这种一个普通人他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经济体，或者是宣扬这种无政府主义。但实际上去中心化这个概念在比特币的网络里，它其实指的是一个点对点的一个对等的系统。也就是说，在比特币的网络中，任何一个 peer 它都是对等的，任何人你只要是能够成为 peer， 你都可以进入或者是再退出网络，它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点对点的网络，这才是比特币网络上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概念。然后第2个呢，经济激励模型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区块链项目或者是区块链公司特别爱打的一个概念名词。比特币挖矿的这一个概念其实是一种经济激励，利用了这种补贴的这种理念。就是早期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非常脆弱的网络，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网络建设当中，所以呢它早期用了更高的这种激励和补贴的形式，然后让这个网络成长起来。但随着一个有生命力的这种网络或者系统它自然发展当中，这个补贴会逐渐的降低，然后系统会慢慢进入到一个良性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比特币能够发展到今天，不是因为挖矿，而是因为它利用了一种非常常见而且健康的这种激励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并不是你只用这一个模式就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区块链或者公链上面的。第3个常见的误区呢，就是很多人会过度的强调这个数字资产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利用这个数字货币、加密货币的这种概念，进行这种炒作，甚至是资金骗局，打着这个数字资产就是数字黄金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其实大家如果真正的冷静下来想一想，任何资产的价值都应该来自于它的实用价值。贵金属有那么多，黄金永远只有一个，这是不能够复制的。但是其他的资产，不管实物资产还有虚拟资产，都是来自于它真正的实用价值。数字资产和虚拟资产呢，它也来自于对现实中一些实用实物或者是这种应用产生的价值而存在自有的价值。所以这3点误区大家千万不要陷入进去。另外呢，就是确实这3点我们要认识到，这3点确实是比特币具有的属性。但是里面的任何一点拿出来，并不能单独的代表比特币。你利用里面的任何一个特性，也不会再创造出来一个比特币。
在这里呢，其实我给大家列了几个我就是定义的一个比特币的性质，当然里面每一条它可能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叙述出来比特币到底是什么，但是每一个都可以重新刷新你的认知。比特币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它结合了货币和数据的世界账本，它还是一个数据网络，是基于比特币交易的进行数据价值转移的数据网络。它还是一个在分布式时间戳服务器上的数据协议，同时它也是一个全球的通用系统，进行着数据存储和交互，而且能够赋予数据货币价值。因此呢，比特币它其实是一个设计的极其精巧，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很庞大、很宏大的一个特性的一个整体系统。从上一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其实标注了一些黄字，因为在我们看待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或者是公司，他们都一再的在强调货币或者 token 这个属性，而比特币这个系统当中，其实它最重要的属性，更重要的属性吧，应该是属于数据。数据造成了比特币这个网络是有价值的，数据造成了比特币是有价值的。因为数据是当前和未来经济中一类非常重要的新兴的商品，数据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它商品也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而且数字经济能够提升社会文明，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的价值，在长久当中越来越高，因为数字经济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社会和现行的经济的，所以它具有长久的这个真实的价值存在。因此数据呢就是比特币的核心，区块链呢也是这个名词，也是对比特币数据结构的一个抽象描述。所以大家要知道，区块链绝对不是指的是币，区块链指的是数据价值。忘了翻页。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比特币和区块链之间的这个概念啊。区块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把一条条记录整体的打包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数据包，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 block。这个数据记录呢，我们平时一般都管它叫交易，但是其实在计算机当中，它也是一个事物，一条数据事物。链呢，就是我们将这一个个数据包按照时间轴，然后排列起来。单看区块链这3个字，我们只能感觉到是区块，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但它其实还有非常多隐形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区块链上的这种共识机制，由谁是如何来决定出来谁具有这个区块的生产权，包括区块链上的这种海量数据的交互，以及这个交易能力，交易能力指的是这个交易究竟是由谁发出的，要有这个发出交易的人要承担多少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公开透明性，因为区块链是一个公开的网络，数据网络，还有它的安全性、合规性以及通用性。所以我们单纯看到区块链的时候，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数据结构，还要看到它更深层次的一些特性。因此呢，如果你不了解比特币，其实你就不了解什么是区块链技术。比特币上网络上的数据是可以写入并且读取的，同时这个读取你是可以实时读取到这个链上的数据，并且数据之间可以进行交互。同时这些数据是具有时间戳的，也就是说这些数据它天然的就具备着这种在全部网络都认可的一个时间排序。同时数据又是可以货币化的，并且数据是拥有它自己的所有权，拥有这个数据私钥的人才就拥有这个数据的所有权。另外它是一个不可篡改的数据。只有将这些数据的这些特性全部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够发挥出来巨大的威力。而这一切呢，都是要在一条区块链上。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大概在10多年前，中本聪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只会有一条链。
这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数据特性之外，我这边又总结了一下比特币的链上数据的它的一些真正的实用，在现实应用中它的一些特点。首先，比特币数据是高效且低成本的。这个高效和低成本，我们要相对的来判断。它的高效意味着我们任何人只要是能够接触到网络的话，你都可以自己向比特币网络上发出一条交易信息。低成本呢，就是说这个信息应该是这个交易的成本应该是非常低的，这样它才能够大规模的普及及应用。同时，比特币区块链呢，它也是一个透明、可审计、公开、不可篡改的网络。它既保护隐私，又是可以追溯的。因此，我现在想回答一下大家的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比特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比特币的这个网络，它其实为我们之前传统的这种数据模式或者是一种互联网模式，创造出了更高的效率。它创造出了在传统互联网模式下没有办法解决了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信任问题，创造了更安全的数据模式，同时它还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新。所以比特币真正的价值来自于这4点，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数字化的货币，你拿着时间越久，它就应该越有价值，它发行量越少越有价值。首先，可能很多人就在想说，你说的这一些跟我了解的比特币一点都不一样，你说的好多特性根本就不是比特币上现在存在的这些特性。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一些的话，感觉现实生活中都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并且现在的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或者是他们都有一个已经很成熟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没有必要用到区块链这个技术的。中心化系统很好，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分布式的账本呢？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链，这个万链归一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就能看到非常多的区块链在激烈的竞争着，是吧？所以呢，我把大家脑子里的这些问题给列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会接着讲，希望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可以解答大家心目中的这些问题。BTC 这一条链，它在2017年8月1日的时候引入了隔离见证这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可能在座的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简单的说，就是它把交易里的这个交易签名从区块中取出来了，为了在它又能够保证1兆区块大小的情况下，又能够在这1兆区块里面能够装下更多的交易，让交易不要太过拥堵。因此，它抽出了区块之后，抽出了交易里的签名之后呢，可以让这一个区块里面装入更多的交易。接下来我写了几点，为什么 BTC 不是比特币？最起码不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些比特币。首先数字签名它在比特币系统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不光是在比特币系统里面，大家做这个网络开发也知道数字签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另外呢BTC 它已经把自己的这个交易容量锁死在了最高每秒钟处理7笔交易的这个峰值，因此它就已经不再具备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数据网络的能力。同时 BTC 上的这个交易其实基本上只能够实现一些这个 token 的这个数值的转移，基本上无法实现更复杂的逻辑，那就更不用说我们说的那些数据交互的能力了。所以 BTC 并不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比特币。我右边引用了一段话，这个是中本聪在09年的时候的一封邮件中写的一段话。就是目前的 Visa 信用卡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每天处理1500万笔基于互联网的交易，而比特币已经可以用目前的硬件条件支持远高于此的交易规模，比特币永远没有规模上限。这个是中本聪在早期设计比特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预期着比特币网络未来是一个可以承受超大规模交易、超大规模数据量的一个没有上限的网络。而且他在当时就已经判断，在那个时候的硬件和网络条件下，比特币网络这一个点对点的一个分布式账本的网络就能够超越 Visa 系统。所以这一个论述就是中本聪在最初的时候，也就是比特币设计最初的时候的目标。他并没有把比特币定义为一种数字黄金，而是对现有技术
现有网络情况的一个改进和技术突破。我们 BSV 是唯一遵循着中本聪在2008年发表白皮书中的协议的区块链，因为比特币在白皮书中就被描述成为一个公开的、诚实的、可审计的、合规的系统，它是具有无限容量的数据网络，而 Bitcoin SV 就是真正的比特币。这里面我快速的插一下，大家如何区分一下那个 BSV 的一个概念。Bitcoin SV 它指的是一个区块链，同时它也是一个比特币网络协议，它也是最早的基于最初版本的比特币的一条网络。BSV 呢，第一是它比较好念，第二呢 BSV 也是Bitcoin SV 区块链上的一个通用 token 的一个名称。接下来可能我为了简便，还有包括我们其他的演讲嘉宾，他们都会大量的使用 BSV 这个词。这里呢我要讲一下在 BSV 上的一个4大核心特性，这里面其实每一个特性它都包含着非常广阔的一个含义，但是我会重点讲一下前2个。第一个就是协议的稳定性。BSV 在目前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最初的比特币版本当中的绝大部分的功能，然后协议未来也会保持基本稳定。稳定的协议可以让这个企业他们更有动力和决心，在一个稳定的网络或者基础架构上去构建他们的应用。而对于开发者来说呢，开发者肯定希望自己的这个技术可以在一个稳定的基础框架下进行不断积累，你们做的产品可以在稳定的协议下能够与外部的产品进行更多的交互。所以稳定是保障 BSV 它能够整个生态持续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并不会像其他很多区块链网络或者项目那样，为了表示出这种去中心化的一些开发团队始终团队在做事儿，是吧？然后每隔半年或者1年就要进行大幅度的这种协议修改升级，或者什么又打着2.0、3.0的旗号，我们没有，永远都是1.0。第2个呢就是可扩展性，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对很多区块链没有办法做到的很多事情的这个判断，都是基于很多人听说过，有些项目本身做得很好，一下子就流量非常的高，结果 EOS 和以太坊拥堵了，卡住了，对吧？然后这个项目就出现了问题，然后包括这种区块链的这种安全性还有成本的问题，导致了很多企业或者一些正经的商业项目没有勇气在这个区块链上做构建。在 BSV 上 ，BSV 网络是没有上限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出现这种交易拥堵，也不会受到限制，同时它也会有更广阔的这个应用空间。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上限也可以根据技术的拓展以及经济利益或者是整个生态的膨胀来进行扩容。接下来这个保障性和安全性我就快速的说了。保障性就是它是一条可审计、可监管的公有链，这也是我们 BSV 一直推行的。我们希望是一些正规合规的商业项目构建在我们的公链上，就是那些连发起方和开发者都是匿名找不到的这样子的项目，然后我们就希望他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这是一个可审计、可监管的公有链。然后还有就是安全及时的交易。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的2月4日已经正式的移除了区块上限，恢复了全部的脚本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次硬分叉升级，我们已经基本上大部分的达到了比特币白皮书那一个版本的程度。过去曾经在几年前吧删除到的一些脚本功能也全部都恢复了。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吧。这个是 BSV 主网上在今年新创造的2个区块记录，分别都产生于5月12日的时候。这2个区块是309兆和369兆，每一个区块中包含117万笔交易和132万笔交易。
大区块呢，这个其实并不指这个数字的大小。大家如果从技术角度上理解，就知道，在一个点对点的一个网络系统中，传输这么大量，在10分钟之内传输这么大量的交易，以及不同的节点之间要进行交易验证，还有这个区块产生了之后，在网络中进行传播，以及整个大区块的这个验证，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技术难度的。但是现在在 BSV 的网络上，这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难题了。另外这2个区块也都是世界纪录，就是全球化的公链上，这2个区块都是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公链上产生的这个区块大小的。这是我们测试网上的记录。测试网上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区块，是3.23 GB， 然后包含1319万笔交易。接下来我们快速的看一下那个 BSV 主网和扩容测试网的 TPS 记录，就是希望大家能这个数字做区块链项目的朋友应该还是比较冲击的。我甚至问过一些朋友，他们做一些政府的所谓联盟链的项目，他们的 TPS 都很难达到几百，就是很快在他们小小的分布式网络中都会遇到很大的瓶颈。BSV 主网的 TPS 记录峰值已经快到达3000了，这个数值应该已经比较接近Visa 或者 Visa 处理系统。然后扩容测试网的话，峰值就是66万多。我们预计在明年很多 BSV 上的一些大型的企业级项目上线之后，主网上应该也能够快速的就达到这个值。这个就是我们同时还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如何让区块能够突破几百兆，然后到达几 G 甚至更大的容量。所以我们有一个叫 TerraNode 的项目，就是打造未来的 TB 级区块。届时到时候每个区块可以包含41笔交易，然后交易 TPS 可以达到700万笔每秒。也就是说Bitcoin SV 它能够成为一个包容一切数据，而且具有更低数据成本的网络。对，这里面要提一下，就是万链归一的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我们经常说的未来只有一条链的话，是说在 BSV 上其实它已经能够承载和包容一切数据，但是不意味着大家做的一些商业项目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一个小生态，闭环的一个小生态。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商业项目或者你的这个通证经济来做一个2层方案，建立在 Bitcoin SV 之上，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一个全球的通用账本之上。所以 Bitcoin SV 它可以成为一切数据之源，诚实之源。这里我快速的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在 BSV 上构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企业级项目。这里面有包括这个电子竞技、供应链管理，还有这个 social media，还有医疗类的项目，线上博彩类的项目。这个我摘自一个华尔街的一个这个报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下载看。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技术的，就不过多的介绍这些大的项目了。在 BSV 上呢，除了我刚才说那些通用的一些技术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所有公链的一些独特的尖端的技术。首先 BSV 上的智能合约是通过脚本语言来实现的，它是一种相对复杂一些的语言，但是它可以执行更加复杂的远超出大家想象的一些数据逻辑。同时 BSV 上是支持微支付和纳米服务的，这展开可能又会比较多。但是微支付的概念就是说，大家现在觉得你做的很多事情如何收费和如何挣钱，大家可能想的是1分1角钱这样。但是呢，在 BSV 上，你可以通过 BSV 这个网络，向全球任何的使用这个服务或者是跟你产生这个应用服务关系的人去支付或者是收取一笔远低于1分钱的这样子的费用。比如说近期在 BSV 上交易，发一个交易，它的成本就低于1%每分。
这种数据其实是在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货币体系或者支付体系当中是远远无法想象到可以到达这样的计量尺度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未来的应用空间有多么广泛。简易支付验证呢，是 BSV 上一个特殊的技术，它可以保证 BSV 上的交易，只要你发出去就已经被网络认证了。所以简单的说，通俗的话说就是零确认。交易费经济的话，这个是一个更复杂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矿工如何能够持续的运营这个网络，那么我们在 BSV 这种海量数据上创造了模型更加复杂的这种交易收费的模式，然后签名技术、支付信道以及更多2层协议，每一个展开都比较多，就暂时不说了。这一页主要是展示一下 BSV 上有很多尖端的技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创新者的思考，就是 BSV 被说的这么厉害是吧？到底都可以用在哪些领域呢？我这边列了一些这个行业领域，其实这也是来自于我刚刚前2页的那个大型的企业级应用，我就快速的说一下，点到为止，大家可以想一想。医疗数据的话，大家可以想想，其实我们现在去不同的医院看病之间，你的病历是不互通的，对吧？你自己虽然都是在自己身上做的这个测试，但是你去换一家医院，他就让你重新做一个测试，因为数据是不通的，医院也无法认可这个数据确实是属于你的。所以呢，现在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医疗的项目，BSV 上医疗项目就是打通医生、处方、药房和病患之间的这些数据。临床研究就是比如说一个新药，它研究出来的时候，它肯定要提交非常多的过去的临床研究数据，但是那个数据呢，你很难证明自己确实是在过去的3年到5年，然后真正的执行了这些数据，但是你可以在过去3年5年，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把这些研究数据的 hash 值发到链上，以证明在你最终得到的临床研究成果的时候，证明你过去的所有的数据是完整的，没有经过篡改的，而且在特定的时间获得到的结果。电子竞技和在线游戏我就跨过去，因为今天我们有嘉宾专门讲这个。然后供应链管理和生产管理也是同样的，就是大家在生产制造以及供应链环节，其实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上下游的问题，同样会出现数据孤岛以及数据接入的这些成本。社交媒体和娱乐内容就是让用户自己拥有自己的数据，包括下面的这个电子广告，大家现在免费用着很多社交媒体软件，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在为社交媒体平台打工，因为我们要被动的接受很多广告。所以呢，如果未来大家自己拥有自己的数据，别人是需要向你个人付费来阅读广告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可以彻底的改写现在互联网上的用户与平台交互的这种模式，还有金融创新以及监管科技。然后接下来我不知道上面的我讲的那些是不是已经回答了大家的这些质疑，就是我们今天描述的所有的比特币都是在 Bitcoin SV 这个协议框架下的比特币，不光是我，接下来的其他嘉宾也都是。然后以及思考，当你如果想做一个区块链项目的时候，你要思考你为什么要用区块链。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好处，但是并不意味着那些好处适用于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东西是每一个如果想做创新项目的人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然后中心化系统依然优势明显。是的，中心化系统不会因为区块链的出现而被取代或者是替换掉，但是区块链的出现可以让你的之前在使用的中心化系统中有一部分特性可以用区块链的这个底层或者是网络去替代，让你的成本变得更低，或者效率变得更高，或者是让你更容易与其他第三方来建立更快的建立信任。接下来这就是灵魂拷问了，就是这轮区块链浪潮中你应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应该分2类了吧，一类就是开发者的话，你们应该去学习最新的这个技术，而对于创业者来说，你们肯定在考虑说我要做一个创业项目，那我肯定考量的比较多。第一，我如果选择一条公链的话，我要选择生态潜力最
最好的公链，以及它确实能够助力我的业务，就是我用的这个区块链技术特性是能够让我目前做的业务变得更好，还有就是技术是否足够的领先，以及我能不能获得成本优势。那么今天希望你们在听完我们参加完我们这次会议的时候，会知道你们最终应该选择什么。那接下来呢，就希望号召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志之士吧，都能够开始建设起来，或者是学习起来。在大家下定这样的决心之后，就介绍一下我们比特币协会呢是位于瑞士楚格的，旨在推动 BSV 数字货币和区块链发展的全球性行业组织。我是中国区经理，但是我的同事遍布世界各地，而且中国虽然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同样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都有积极的行动和一些活动。我们协会致力于构建一个监管友好的生态系统，联合所有的生态内的参与者，并带领大家一起推动 BSV 区块链的普及应用和商业发展。目前在我们协会主要是定义面向两个板块。左边的这个板块我们定义为商业板块，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级应用搭建在我们的公链上。同时我们也面对创新公司和创新团队，帮助他们获取更好的一些启动资源，然后还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比如说像今天这样的一种形式。右边呢是我们的开发者板块，在针对开发者上，我们会进行大量的投入做开发者教育和培训，以及推出开发工具和资料文档，帮助开发者可以快速学习这一个新的技术。同时也有非常多的面向开发者的专项活动。刚才我们的很多宣传片都来自于 CoinGeek 大会，这个是 Bitcoin SV 1年2次的全球峰会，每一次大概为期2到3天，请的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在 BSV 上搭建企业级应用的企业家，以及一些创新者，还有一些各行各业的名流吧。我们上个月末刚刚结束的是第6届大会，在纽约。同时呢，这个我又选取了2张我们之前在中国参与的一些活动。我们也积极的参与世界各地的这些大型的科技峰会或者是行业峰会，同时也会举办这样子专场的 BSV 的会议。这个是我们去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会议。同时我们还有几个非常大的这种开发者活动的系列，编程马拉松刚刚举办完第3届，DevCon 开发者大会已经举办了2届了，线上研讨会 Webinar 是以系列为主，已经推出了3个系列，每一个系列大概3到8期不等。然后 BSV Academy 是我们正在目前编写课程，之后会向高校以及培训机构推出的几个月的这种中期课程。同时我这里面还列了一些针对开发者的资源，这个有我们的官网，是一个大的导航网站，然后我们协会官网是可以查到很多生态信息，这个基础架构网站是可以了解到 BSV 上的一些开源的基础设施类的项目和产品，然后 DevCon Hackathon 都是我们的专项活动网站。比特币 Wiki 这个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改写完的比特币知识库，大家如果有一些对特定的名词不太了解，可以去上面找到最准确的信息。然后开发者工具导航网站、扩容测试网，以及我们也在中国的最大的一个 IT 社区IT 网站 CSDN 上开设了我们自己的专区。以上的这些开发资源全部都由比特币协会所有以及维护。我特意放了一张 CSDN 上，因为这上面都是全中文的，就是开发资料，大家可以去看。这是我们协会的官网。如果今天大家听了这么多，然后对 BSV 非常感兴趣，很想了解到我们的生态发展情况，也希望有机会未来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官网，以及我们外面的这个易拉宝上有我们注册成为我们会员的2维码。成为我们的会员，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生态当中，未来会获得很多的资源以及交流的机会。
我的演讲就到这儿了。